第58章，突然的邀约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接到丁姿的电话，而且恰是这个敏感的时候。我接通电话，他就笑：“陈斌，我记得你很早就说要请我吃饭，我等了几个月，好像没影了。我听说你在博越都干成肖工了，你就这种客服态度，这个肖工是怎么干上去的？”我有些尴尬，道：“丁小姐，您的工作太忙，我真的没敢打搅您。要不今天中午我们一起吃饭，我请客。”可以啊，不过你现在可以来楼下坐一坐吗？丁姿的邀请我难以拒绝，于是我乘电梯下楼。到10楼前台，我竟然迎面碰到了宋果。我想避一下，没有避开。宋果喊我：“陈斌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我没有想到宋果的猎头公司也在这1楼，而且好像和丁姿他们是共同办公。宋果直接跟前台打招呼，然后领着我进去。我看他的模样似乎有些得意。是啊，作为猎头公司的猎头专员，硬是在目标公司埋伏了2-3个月，结果这家公司从总监到经理到骨干业务员全部被挖。虽然说博越深圳公司的垮掉并不能算宋果的功劳，但是他参与了其中，哪怕只出一点微薄之力，那也值得他骄傲。当然，他的得意似乎还有其他的原因，那便是我主动来10楼了，他觉得我也是要弃暗投明的。他带我去见司令，我很想提醒他搞错人了，但是想了一想，便没有出声。司令看到我非常惊讶，因为我和他有过一次不怎么愉快的见面，但是他职业素养很好，很热情的道：“哎呀，陈斌来啊，我们真的太欢迎你了。这一次我们上高的挖人大获全胜，所有的肖工中只有你一人没有动。昨天我和客户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对此还觉得遗憾呢，让我们再想办法，再使点劲儿。说句实在话，我正准备给您打电话。”司令说的很夸张，但是我想笑，这女人太假了。上高那边人才济济，我们深圳公司的人他们挖去了一大半，他们还会在意我去不去？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自己清楚。还有这个女人说什么要跟我打电话，我把周光华都拒绝了，她还会给我打电话。我没有选择去上高，并不是我对马从进有多么忠诚，而是我清楚自己的分量太轻。还有一点，就是我和周光华不是一路人，我并非周光华的嫡系，他怎么可能重用我？我最多也就被他利用一下而已，这种事情我当然不会选择。宋果给我倒了一杯茶，我跟司令道：“司小姐，您可能有点误会，我并没有打算去上高，这一点我早就跟宋果讲过，当然我们也见过面，碰过头，当时我的意思也表达得很清楚。”司令真的有些尴尬，他将目光投向了宋果。宋果道：“陈斌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想跳槽来我们公司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你特别厉害，所以大家都要求着你，巴结你啊？”我无语，只是觉得好笑。来你们10楼的人都是为了跳槽的，我能这么理解吗？宋果被我对得不能言语，他明显是急了，面红耳赤的用手指着我：“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？你觉得博越的肖工真就那么牛吗？博越公司都垮了，以后深圳都不会有博越公司了，你还牛什么牛？我告诉你陈斌，深圳什么都缺，可能最不缺的就是人，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不少。你不想跳槽跑我们公司干什么？秀你的优越感吗？”我皱了皱眉头，都懒得说话。而就在这时候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，宋果马上住嘴，坐在我前面的司令也迅速站了起来，一脸恭敬的站在了旁边。“丁总。”司令毕恭毕敬的道。“哈！”丁姿一笑，慢慢走了进来。他穿着紧绷绷的白色大脚裤，上面穿着职业的小西装，摇曳之间真的宛若仙女下凡。“陈斌，我找了你半天，你来这里了，怎么准备跳槽去上高吗？”丁姿道。我看到宋果睁大了眼睛，下巴都要惊掉的样子，就觉得舒心。而司令闹了一个满脸通红，很显然他没有想到我是丁姿请的客人。有些错误宋果可以犯，因为他只是普通的员工，但是司令作为纵横旗下猎头公司的老总，他是不应该出这种低级失误的。丁姿并没有让司令难堪，而是直接坐在了司令的位子上。“要不我们去花园那边可以喝茶呢？”我说：“不用了，反正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。丁小姐找我说什么可以直接开门见山。”丁姿笑了笑道：“我有个请求，我想让你去上高。”丁姿这话一说，屋子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包括我在内。司令和宋果吃惊是因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一个小小的肖工竟然惊动了他们的大老板。丁姿是纵横投资的掌门人，猎头公司在纵横系统里面的位置实在是太低了，不值一提。平常这些事儿丁姿根本就不会过问，就算是周光华的跳槽，丁姿都没有过问。今天他却见了一个肖工，并且如此诚恳的邀请其加入上高。“丁小姐，您跟上高是什么关系？”丁姿咧嘴一笑道：“我是老板啊，货真价实的大老板，上高我占控股地位。”我一下明白了，上高背后的资本原来是丁姿在操盘。我看着眼前这个漂亮的女人，再想想我自己，
如果不是马从敬那一天逼着我去找他搭讪，我们两个人是永远不可能有交集的。我们就不是一个层级的人，完全不是。丁姿虽然坐在我面前，却如同坐在云端。怎么样，我这个大老板亲自邀请你加盟，应该诚意很足了吧？至于待遇问题，你可以提，职位问题你也可以挑选，我可以做主。丁姿道。我有些迷茫，不知道为什么丁姿会突然给我这么大的面子，是因为我陈斌太有个人魅力了？那完全就是扯淡。借用网络上的一句当红的话说，我连送过这样的货色都守不住，我还能吸引到了丁姿，